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1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1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60，收盘价是252.40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2.49，最低价是在239.3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3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回到了20日均线值的下方，但是呢，仍然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82 亿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在减弱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等长的绿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趋势，也就是继续在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1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反弹后的回档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。那么开盘之后股价经过短暂的反弹，上方是在262附近遇到了压力，然后呢，股价开始震荡下行。那股价下行的时候一度是跌破了20日均线值、5日均线值。那最后呢，下方是在240附近遇到了支撑，然后呢，股价被拉抬。最后呢，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上部，收盘价呢又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但是呢，很遗憾没能够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。但是呢，能够站上回到5日均线值上方呢，这仍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。那么因此呢，生成了一根含有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并且呢，当日的成交量虽然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，但是仍然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。那说明当日股价回档在跌深之后是有多头力量进入的，然后呢，把股价呢又拉抬到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那么我们再来看这根 K 线，那么新生成的这根 K 线我们通常把它称作叫吊人线。那吊人线呢，它是变盘的信号 K 线，也就是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它的最高，那么股价将会上行；如果是跌破它的最低，那么股价呢将会开启下行的走势，也就是确认变盘向下或者确认变盘向上。那出现这样的一根信号 K 线，因此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那么它的最高262和240，那么将是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要突破的目标。当然我们会看到上方如果能够站上262，那也就是说股价将会变盘向上，将会确认变盘向上成功。那么接下来那股价上行的目标呢就是274，要站上这根绿 K 的最高。但是如果日后股价跌破了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40，那么将会确认变盘向下，那么股价呢是很容易去测试224的，也就是说这根绿 K 的最低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单一 K 线而言。我们再来看看 K 线组合。那如果我们把近2个交易日的2根 K 线合并在不是合并在一起来看，那这是一个母子怀抱的 K 线组合。母子怀抱的 K 线组合
也是变盘的 K 线组合，在低位股价容易变盘向上，如果是在高位，股价容易变盘向下。那么指标呢，就是取决于母子怀抱，就是左长绿，右长红，但是呢，这个长红的这个红 K 的实体在绿 K 实体的范围内，那么我们把它称作叫母子怀抱。那么这根母线的最高和它的最低将会成为这个变盘 K 线组合的指标。那么日后如果能够站上274，股价将会开启上行的走势。如果是跌破了这根 K 线的最低224，那么股价一定会开启下行的走势。所以啊，我们不论从4月10日这根单一 K 线而言，还是我们把近2个交易日一起来看，这个也就是 K 线组合来看，那目前股价都是处于一个选择方向的一个位置。那出现大幅的上涨，然后又出现回档，那我们也会看到多空双方在这个区域内呢，就是多空双方都在争夺这个区域。那所以对于日后股价的走势呢，我们认为，目前呢多方的力量是非常强的，但是呢上方是有非常大的压力。那所以说日后近几个交易日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在这根绿 K， 也就是它的最高在274，它的最低是224，那么股价呢将会是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，然后呢等待均线合拢，然后再去选择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好，那么我们总结一下，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横盘向上或者横盘向下的一个走势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日后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261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预测股价会继续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79附近。而实际在4月10日收盘价是在252.40，股价呢是出现了回档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同时呢性质是也不同当然在当日的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，因为我们预测的回档并没有跌破20日均线值。好，那么股价目前出现了回档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4月1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214，跌破这个位置就是要再次出现底底低。那再次出现底底低呢，就是要继续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。好，那么在到达214之前，目前有2个强支撑，一个是这根吊人线的最低在240附近，另外一个就是224。那这2个位置如果被跌破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到达214的。那214之后，第二个目标就是下方的182这个位置，第三个目标是138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也仍然是292。虽然我们来看一下，虽然现在上方是有头低，下方有底底低，就是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，但是呢，我们从大的趋势来说，我们仍然把最后一个头部定义在
292这个位置。所以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292。那这两个高点呢，实际上它们都是强压力。当然，在到达292之前，这两个强压力呢，一个是274，另外一个呢是285。那这两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突破，那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去站上292的。尤其是目前，股价的这个位置如果能够站上274，也就是能够，这个站上4月9日这根绿 K 的最高，我们会看到当日是有非常大的成交量的。一旦股价收盘价站上这个位置，那代表呢，这个叫换手成功，那么股价呢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。所以目前274的这个压力强于285。一旦274被跌破呢，我们认为285呢，这个压力呢并没有这么强，对，也是很容易突破的。好，那么292如果能够被站上呢，将会瓦解特斯拉股价自历史最高以来建立的空头趋势。那第二个目标就是304，第三个目标是367。好，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。我们再来看看4月11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面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是272。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呢，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盘中，那么是收在了低位。到了4月11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这根吊人线实体的下沿，其实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252。那么我们认为股价，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这个分析呢，就是在近几个交易日股价会出现横盘的走势，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如果能够在252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的走势。但是如果在盘中一直是在252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仍然会去测试5日均线值，会出现横盘向下的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252的理由。我们再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0%的多头仓位，我们分别是在4月7日收盘价233，5%进场抢反弹，目标位是249和250。如果没有获利出场呢，这个仓位到了4月9日仍然是持有的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获利出场呢，我们在4月9日收盘价，也给出了加仓建议，5%进场，也就是在272这个地方。但是呢，如果是我们在这个做视频的时候呢，加仓的可能只能是等在盘前了。那盘前呢，应该是比272的成本还要低。好，那么我们以272为例，那这样一来，这10%的多头仓位成本价是在252附近。好，既然是加仓，我们就是等待做多的。那么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224，守这根绿 K 的最低。那么到了4月10日收盘价是在252.4，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因为股价出现了回档，目前的走势呢并不明确，就是没有任何的指标支撑我们去加仓。所以这个仓位呢，到了4月11日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仍然是224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当然，如果我们再跟进一个仓位，如果之前在这个地方没有进场，而是在272%进场呢，那么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守这个5日均线值。那5日均线值呢是在目前没有跌破，
这个强反弹的仓位应该是继续持有的。那么在4月11日止损位可以守245，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当然也可以守224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现在要守的位置就是从262吊人线的最高到这根绿 K 的最高274，那么这个区域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。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224，因为跌破了这个位置，我们认为股价一定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1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，它们的范围是从254到255之间。第二个压力位是262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74，第四个压力位是285，第五个压力位是292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45到247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第二个支撑是这根吊人线的最低，我们取整数240。第三个支撑呢是224，第四个支撑是214，第五个支撑是200整数关口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4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继续回档。如果继续回档，那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53，在这个位置，最低下方会到达236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45这个位置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呢，我们认为股价的收盘价仍然会留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那么出现这样回档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甚至也可以说反弹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5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60，收盘价会收在255附近。如果最高价能够到达268，那么收盘价我们认为会收在261这个位置。那么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。那这样的横盘向上呢，我们虽然给了2个点位，但是收盘价的点位呢都不超过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1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